香啊！哎，停！你要干什么？这个汤你不可以喝啊，吓死我！这个汤很咸的，如果你把它喝完的话呢，你的血压一定会爆表的。Kim 姐，就一碗汤而已，我还年轻，没那么严重啦，有讲那么恐怖？哎，现在年轻人啊，高血压是一大堆啊，你不知道吗？你要小心一点。哎，我告诉你哦，这个汤哦才是精华，不喝浪费啊！哎呦，不听是吗？我叫医生来啊，医生！你要叫医生啊？不要！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大约呢每4个成年人呢就有1个人有这个高血压。更可怕的是呢，超过1半的人呢根本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哎，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心脏科高级顾问医生陈怀庆教授，欢迎你。欢迎。还有2位嘉宾 Chef Daniel， 还有郑丽芬，意大利，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沉默的杀手高血压。所以一开始要问2位啊，你们本身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有，所以我今天才会来这里。哎呦 ，OK，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体验是吗？是的。多久了？大概算一下也有20年了。哇，不知不觉有20年了。OK， 那 Chef Daniel 呢？过30年了。30年。你是资深高血压的那个。对。那现在控制的 OK 吗？我就是没有什么去控制，所以可能就有点高了。OK， 就你没有尝试说要吃药控制都没有？有啦，还是会去看医生，可是没有准时吃药。我比较怕死的，我都会吃那个药。 OK， 你是比较属于好学生那种。比较呀，对。好孩子，好孩子，不要让家人担心。OK， 所以我们还是让陈教授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好吗？没错。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血压。血压是我们的血液在动脉血管里头流动，对这个血管内壁所产生的一个压力。血压的高低取决于心脏在搏动时的这个压力。同时间还取决于这个血管的外周血管的一些弹性，还有它的一些阻力，加上整个循环系统里头的血液容量。OK， 所以我们每次在量血压的时候，都有2个指数，一个是收缩压，一个是舒张压。那收缩压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所泵出的整个压力，那舒张压是心脏在放松的时候，在充血时候的一个压力。OK， 那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血压会随着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紧张，或者我们甚至说喝咖啡等等，甚至于说在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录制的一个场面，肯定这个血压会有些波动，甚至会有点升高这样子。但这并不代表说是你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因为高血压的定义是一个血压持续性的升高，就不管你是在工作或者在休息，在白天或者是夜晚或者紧张或不紧张，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高，那才是真正的高血压。因为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升高，对，会导致这个血管整个循环系统受到影响，导致后来的一些并发症。OK， 不过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有这个持续性的高血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血压分成2大类，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高血压，占了大概90%到95%的这个血压患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群高血压患者没有一个单一的一个病因造成他有这个高血压，很多时候是跟着很多这个因素，长期的一个交互有关。比如说，它是这个生活方式加上年龄加上身体的本身的一个体质所造成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病因导致这个血压升高。如果说你能找出这个病因的话，你把这个病因给治好的话，这个病人的血压可能还会痊愈的。主要的常见的病因就包括了肾动脉、肾脏里头的动脉有阻塞，或者是荷尔蒙失调，或者是主动脉有狭窄等等这些问题。那想请问2位，平时自己在量这个血压的时候，有没有记录下来？大概是多少呢？是你们的血压？有，如果我在家里自己测的话我通常是在130多。那Chef Daniel呢？我每次都是150以上。不然这样好了，今天既然人都来了，来都来了啊，就顺便量一下，好啊，好不好？好，我们医生也在这边，可以帮忙哈。好，来。
哎，问一下这个医生哦，在测量血压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首先就是病患要在一个心情平和的一个情况之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测量。坐姿方面呢，我们最好是能背靠椅这样子，让病人舒舒服服的。对，先静坐5分钟了之后呢，才测量。然后我们也要求这个手臂哦，还有这个心脏是同一个高度，这样的话这个检查就会比较准确一些。同时是说这个袖带也要比较合适，不可以太松，也不可以太紧，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血压的一个准确度。不要交叉这个双腿，然后也不要讲话，也不要说笑。30分钟之前不要做任何的运动，也不要喝咖啡，也不要憋尿。最后我们会分2分钟测量2次，然后其他的一个中间值作为这个标准。OK， 所以呢，我们都量完了哈。2位的数据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像意大利是188嘛，对不对？对。现在等于是214。哦，肯定就是高血压。OK， 所以他们的指数怎么样呢？医生？这2位嘉宾的这个血压指数是有点高了。OK， 如果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的话，那我们就是算是个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但我们也有知道有些患者他们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就心情就不由自主的这个开始这个紧张、焦虑等等，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白袍的这个高血压。对，这样的话，它无形中会比平时的这个血压高出许多，这样的话很容易混淆我们在这个医生对他们的这个血压控制的判断。所以我们也建议说，自己可以在家里测量自己的血压，我们叫做居家血压检测。那如果居家检测的话，我们要求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指数，收缩压不超过135，舒张压不超过85，那才算是真正的正常血压。血压点就偏高一些，超过200了哈。我是不是就属于高血压呢？血压点就偏高一些，超过200了哈。我是不是就属于高血压呢？所以如果说反复的自己在家里头检测，然后在诊所检测都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指数相当高所以的话可能要再找一下医生咨询一下，加以控制。OK。那只有一项超标也算是血压高吗？任何的一个指数超过正常的水平就属于高血压。我们也知道说，50岁以下的这个患者一般都是这个舒张压升高导致他们的高血压，然后50岁以上的话就是一些收缩压这个比较常见的一种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开始变得硬化，失去了这个弹性，所以血压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升高。但是这个是属于这个收缩压的这种高血压的这个种类。欢迎郑伟良医师。是，欢迎啊。那问一下医师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高血压？中医认为高血压是脏腑功能失调，特别是阴阳失衡。OK， 当阴虚阳亢的时候，阳是火邪，可以鼓动气血，就是急剧上升。OK， 这样就会形成高血压。高血压，对。OK， 这阳亢的病人在中医学是火象，所以病人会表现出那个面红耳赤、急躁易怒。所以在民间有一种玩笑的说法，就是高血压的人，他们说叫火把脑袋。就是看起来比较涨红涨红，容易急躁易怒，好像一个火把似的。不过说真的，我现在就是看 Chef Daniel，你的样子是偏红润的。对，所以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子吗？还是？对呀，多数时间会这样。OK， 如果你在40多岁以下，面色红润。那个一般是健康的，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如果你过了60岁，面部完全红，你并且自己觉得发热，耳根都红，脖子又硬，又容易急躁，老觉得热，这个一般我们就可以追踪你可能有高血压。你本身会觉得会热会不会啊？急躁会不会的。脾气呢？脾气也会觉得容易。脾气很好啊。对啊，脾气很好，现在那脾气很好。我想问医生，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吗？这个东西？是的，是的。一部分是遗传，
但是也有后天的失养啊。想问中医师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高血压对身体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是，它跟西医非常的相近，就是中医学说，就是当高血压会造成脏腑的气血逆乱 ，OK，特别是中医讲那个经络，那经络是供应气血的，对，所以它如果阻塞了，中医就叫气滞血瘀 ，OK，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会影响心脑肾 ，OK，影响到心，中医的说法就是引起心悸啊、心衰，心衰以后叫水气上泛，会引起他喘。那在头部呢，一般就是中风，并且中医认为，如果你长期老年痴呆，还血管硬化，可以造成老年痴呆。哦，OK。另外就是肾中医的认为叫肾水，就是它引起水肿、尿浊，就跟现在西医描写的肾功能衰退是一模一样的哈。那这个高血压是怎么形成？在中医的理论，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分4类人。第一类就是高度紧张，在压力下工作的，或者情绪容易激动的 ，OK。所以中医叫七情内伤，引起肝阳上亢 ，OK。就是这一类的高血压呢，它一般表现就是急躁易怒，经常容易发脾气，口臭、口干等等 ，OK。那另外一部分人，他是作息紊乱、过度劳累、熬夜的这些人呢，就是能够造成阴虚阳亢这类型的高血压。OK， 还有呢？另外，在临床最常见的就是暴饮暴食、肥胖的病人，中医叫痰湿瘀阻，所以这一类的人的血管也会狭窄，也会引起高血压。OK，另外就刚才提出来的，有些是先天禀赋不好，可能你家族有遗传，你的血管本来就容易硬化，胆固醇又高，那这一类人你后天没有很好的调养，对，也会得这个高血压。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它不只是一个形态，有可能好几个形态？对，在临床上有的是交叉型的，交叉也是。有的人可能有肝阳上亢，他又是肥胖，又有痰湿的，还有一些淤血的，是这样。我很好奇，当时你们是怎么发现说自己有高血压的呢？我那时候发现我的其中一个眼睛看到黑点，然后隔天早上我又发现，黑点不见了 ，OK， 我就看到另外一个眼睛就有白色的那种线，很像我们以前写错东西，然后画一条线，就比如我看到你，我就看不到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个白线这样子呀。然后我就去看医生，他看到我的那个数字，他也是很怕，就大概200多。高血压会影响到视力吗？会中医西医都这样。中医的说法就头晕目眩，就看不清楚，昏花。可我记得以前我可能颈项这里都很紧，我一直说这里颈项很酸，每次会找人家帮我去按。对，这是一个最常见的症状，最隐蔽的症状是头部僵硬。僵硬。那薛丹就什么情况下发现？就是去看医生是平时这样去看，就例行的检查。对，就医生说，你应该吃药，你有点偏高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医师啊，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怀疑说，这个人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发明这个血压计是18世纪，所以以前呢，在中医看病呢，这高血压一般都在头痛、眩晕、中风这类里面。那我们通过望闻问切积累的这个经验，就是这个人走进来，我们先看他，如果面部很赤红，比较急躁，舌下有瘀斑瘀点，嘴唇有瘀斑瘀点，或者步态不稳，就晃这样。晃，对，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可以，你看的时候也觉得脖子会僵硬，他们也投诉脖子僵硬，这是我们从望诊。那闻诊呢，一般就是感觉这一类的病人就是火象嘛，刚才我讲都是口干、口苦、口臭的这类的病人。是这样，并且他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讲话比较急速，比较紧张。OK，这样 OK。问诊他投诉说我有头晕头痛，那我们怎么区别那个刚才讲的是普通的头痛呢？比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我们一般是问他的脖子硬不硬，并且我们触摸的时候也是脖子有硬，并且他每次脖子硬是轻微的恶心，一般就跟高血压有关。OK，另外就是中医的这个切脉，就是我们打脉的时候，它的脉是悬紧脉，好像一个绳子一样，很硬。另外我们打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性，他有手很凉，这个持肤很凉，就这时候我们也发现，就问他你脚是不是也是冷的？发冷。他说手脚冰冷，那为什么呢？就因为血压跑到头和心脏，外周的血就没有供应。对，
就是大概是这样判断了。但是现在的中医肯定是量血压。对，现在有仪器的帮助了。对。想要问一下医生呢，为什么我们常听说这个高血压会杀人于无形啊？想要问一下医生呢，为什么我们常听说这个高血压会杀人于无形啊？绝大部分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痛，没有喘，也没有头晕，像 Chef Daniel 这样，大部分是没有的，对的，没有感觉的哈。但是并不表示说没有伤害，因为长期的这个血压。因为长期的血压升高会导致这个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各个器官也会受到一个影响。OK，血压如果呈现症状的时候，都是大事，而且往往来得非常突然。高血压会导致这个心脏病发作，会导致这个心衰、脑中风，还有这个猝死。那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很多时候患者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是他们的中了风或者心梗发作，肾脏已经衰竭了，才知道自己患有这个高血压。所以我们称之它为沉默的这个杀手。好，那既然今天医师都来了哈，有什么食疗是可以缓解这个高血压的症状？对，我们喝一些保健茶。保健茶本身就有降压、降血脂的作用。OK， 用什么材料呢？有我们这次带来的决明子茶，主要是以决明子、枸杞子、山楂和葛根。OK， 决明子是清肝明目的药，并且还有润肠通便。它可以扩张外周血管，就降压了。葛根治疗感冒，大家就做葛根汤、葛根汤。对。但是中医也治疗脖子僵硬。就脖子很硬，后来就慢慢开发出来，它可以治疗高血压、肝阳上亢。那这个它可以就改善那个心血管的循环。那枸杞子大家都知道，枸杞子是滋阴补肾、明目乌发。但是现代研究呢，也是它可以降血糖、降脂肪肝，还可以对那个慢性肾病，就孙动脉硬化也有帮助。那另外就是山楂，山楂就是一般人老百姓以为就是消食克食的，对。现在发现它也有可以扩张血管，一个软化血管的作用。OK， 所以这个茶喝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保护现代人，就是三高和高血压、失眠、便秘都有帮助。所以这个我们就等于把茶煮了，把这药煮了当茶喝。对，用的量呢？用的量如果个人量，一般每个10克就可以。OK， 然后用几碗水。一般，比如说你在 office 工作，你就拿一个壶，对，就给大概放500毫升就煮，1天之内你可以喝几次？煮沸就可以喝了。煮10分钟左右更好，它的成分就析出来了。多久可以喝一次？这个其实如果你有血糖高、血脂高，其实我们每天喝都好。这喝多无所谓吗？如果有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喝，或者少喝。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决明子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你喝了以后大便会软，所以如果是脾胃虚的尽量不要，就尽量不要了。但是还是有个重点呢，你不要以为说喝这个血压高就会没事，不是太高还是要看医生。这个是辅助的，你必须不是药，你必须按时按量吃高血压的药。这个在辅助。其实里面没有苦瓜吧，有一点点苦瓜的感觉。它的苦味是决明子的味道。那个味道是有，我是有喝到山楂的酸甜味了。对，山楂。所以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煮保健茶最好不要放糖了。所以我们怎么校正它，就是用那个枸杞子就。对。那当然这个就是茶饮。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中医方面也是有一些穴位的按摩，是吗？对，我们一般如果你有潜在的高血压，会有高血压，特别你在 office 每天打电脑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了，对，那我们就可以做穴位按摩。OK， 那我们第一个穴位，我们就选这个曲池，曲池就是把手一弯，这个缝的这个顶点，这个就是曲池，所以压的时候它有微微的酸，有酸，对，对，好。第二个呢，就是这边大家都知道叫合谷，对，也叫虎口，对，我们就贴在这边。合谷他们说治百病，对，它是针灸里，我们可以说是抗生素，发炎都可以用它，都可以用啊。对，唯一就是低血压不要用，就休克。你还是别按。对，所以你看我压到这边啊，就在这个第二指的
这个中间靠这边脸就会酸，会酸吗？会酸。另外一个就翻过来，就是内关，我们就放在正中，这是手厥阴心包经。哦。那这个压的时候，它可以治疗头晕、恶心。和心悸。那每一次要按几分钟？每个就是按50次。50次，大概这样。对。OK。另外一个就在脚，这个穴位叫太冲。我们太冲配这个合谷，如果你2个都做。都放针灸哈，肝气就直接放下来，你就很放松，就跟那个拇指一样，这边啊，对，高一点还是缝啊，里面的中间，对，2个脚缝之间，这边对哦，对了，OK，然后按了，对，按压的酸胀为主。那医师，我问你，按完了左边可以2边都要按，对，这个我忘了讲，2边都做，这个有缓解那个紧张和高血压的作用。但是你觉得当天血压高怎么能觉它？就是你头痛的很厉害，头晕要恶心，那个情况下，如果你休息也没有降下来，那还是要赶快去看医生，比较安全啊。是没错。如果说你突然间会感觉到胸闷、胸痛的话，这可能是这个心脏病发作的现象。或者是说，如果感觉到呼吸困难、容易喘的话，那是心衰的这个现象。或者感觉到这个头部非常的剧痛的话，那可能是脑出血的问题。或者是说开始觉得有这个脸歪或者嘴斜，然后这个嘴角一直垮下去，单侧这个手脚没有力的话，或者是意识开始混乱口齿不清，这些都可能是中风的一些现象。如果有以上所描述的一些症状，最好是电召救护车。直接叫救护车。对，然后再送去医院。因为像之前的兵哥嘛，兵哥就是这个情况，他也是有冒冷汗啊，像你讲的，是胸闷什么的。所以关键就是说，不要等到这些症状发生了才去量自己的血压，平时就要对预防还是胜于治疗。对。那下一集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这高血压对我们身体啊是有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到底呢还有什么样的中西医的治疗以及保健之道。是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陈教授、周医师，还有我们的2位嘉宾，意大利还有意大利，谢谢大家。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周见，拜拜。